咱的心这个心智合一，那就是慈悲喜舍心。的确，慈济的4大志业离不开这4个字有志一同，共同一心。医疗离不开慈善，国际救灾也离不开医疗。2002年夏秋之交，慈济医院在嘉义大埔乡接手设置医疗站，以门诊、急诊与助诊方式，提供当地民众24小时的诊疗服务。大埔医疗站的门诊与急诊医师虽有嘉义长庚医院协助提供3种科别的门诊，但主要仍是从大林慈济医院派驻。医护人员必须往返山间和市区，每当大雨或台风期间，坍方或落石，总令危险倍增。以中医科的叶明宪医师为例，14年来服务4万余人次，往返开车的里程数累积共8万多公里，换算起来竟足以绕地球2圈。医师呢，不管是风雨都要到大埔去。那大埔的病患一有风雨都是在祈祷，祈祷的天气这么不好，那就是要保佑保佑叶医师一路平安来到诊所。那这是一个大埔的医病情。各位大医王、大医大师、药师、检验师，大家呢也共同一念心就是要去拔除病苦难人的苦。我们6院分布在不同的地区，每一个医院的这种疼惜病患还要关怀病患的家庭，那样的贴心。病人的环境，他不能来，我去，这种爱很自动自发，这种的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的医疗人文在都可以看到大林慈济医院除了大埔医疗站及平常的乡间往诊外，2003年也在斗六开办门诊中心。台中慈济医院在梨山开设了医疗站，台北慈济医院则照顾瑞芳、平溪、贡寮等地的民众健康。观音山、玉里2院更是每周固定数次前往山区义诊、往诊，这些都参考了最早成立的花莲慈济医院，平常结合志工的慈善访视活动，以慈善与医疗并行的做法，把爱与关怀送到贫病乡亲的家中。看看乡下有乡下困难，都会区有都会区的困难，当然我都很期待深山里的苦难人得救平安，但是要救人的人更需要健康，更需要平安。像义理市场缺医师、缺护理，人手不足，可是承担的压力真大。所以
关山驿里2位院长呢，几乎365天呐，当地啦有风灾难的时候，他们也要投入去救灾。台中也是啊，虽然是在中部里，可是梨山那一大片的也是台中我们的医院医师、中医师都定期也要到梨山。梨山常常在封山这一群年轻的医师、大医王们，他们好像感觉都是上去他们才真安心。当然台北在大都会区呢，那样急诊等等复杂性之高还要负责瑞芳等等的比较山区偏远的地方。除了各地慈济医院对于周边山乡有往诊照顾之外，尚有许多大医院、小诊所的医师想要利用休假时间到偏远地区或灾区义诊，因此加入了国际慈济人医会。医生、护士、药师、医机，反正跟医疗有关的团队啦，这就是一个抢救性命、参加迄个守护健康、守护爱的大医王。因拢是定期定时安尼去山顶去庄脚去做义诊那倒一个所在呢，有老人无方便或者是呢伫交通无方便的地方，因呢会去往诊资济开始，一直呢就是提倡往诊。有的人都无法度通来到，无人通甲带来到病院无法度来到病院看医生所以呢，只好到医生呢去到因家去甲伊看这叫做往诊咱的委员都甲我讲，师父足感恩的这彭医师他跟他的太太呢，捐了一部义诊巡回车听到呢实在是足感恩的啦遐仪器啥物拢甲放在车顶里，会当呢安尼一个小诊所安尼开到山顶尾溜去，开到呢迄个真偏僻的庄脚去为着啥？为着爱，所以呢守护性命，真正我们是真感恩这人医会。慈济的义诊与往诊始于1972年在花莲市仁爱街设立的义诊所，当时在东部花东一带经常巡回义诊，而每年2次慈善访视，上人带领委员全台复查的同时，也会邀请医师同行，随团到贫苦人家去往诊。在1972年，我们开始成立了义诊。那不只是在花莲本地我们都会利用有什么这病院休困我们呢就会带远一点去。上个嘛去到台东呢，到台东好几趟咯。还有呢，每年有2次的全岛去做巡回的复查。
这就是在那当中真的是看到最多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把这样的义诊呢，已经推动到全省，真很感恩。不只是义诊，还要王诊，还有助诊，还有呢，这卫教，还有营养师还有各方面整个地区的这个生活生态啦，我们都差不多刚跟包起来了难怪呀，这么忙，可是呢，看到大家呢，安尼做到这呢，这甘愿，真正嘛做到真欢喜高雄啊，他们的卫教是在菜市亚里，我们可以想象，菜市亚环境是安怎，我们还要呢去帮人清清扫扫、变变的明天才能真正的去做义诊。你看，都是大医王，也都是白衣大士，也都是呢蓝天白云人间菩萨。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地呀，经过他们的用心、爱心、付出呢，摇身一变无不都是人间的福德，无不都是人生命中的贵人。慈济最早将不同的志业结合，同步进行，其实始于1966年刚成立的第1个月，所帮助的第一个个案林曾老太太。这位林曾阿嬷呢，我们开始呢就请医师王诊咱再去给他出钱医生就会发现到啦，医生也是很有爱看到咱一厝一厝安尼给他请来看病，咱去拿钱摕药那这医生呢，伊嘛讲免啦，我就定期来甲看就好啦连医生呢也启发了爱心，连这样的咧给人挖手皮他呢也投入进来，也愿意呢都抽一点时间来照顾这个老人家那这一直咱给他照顾个好几年了，一直到呢他年老了，那年老了后呢，咱搁给他进塔那这都是我们第一个个案。慈济的慈善结合医疗，加入教育辅助孩童就学，又以人文编采将好人好事广为传播，这4大志业的相互搭配合作，从初创直至今日，功能与力量皆趋于成熟。5大洲3大洋都有慈济人的足迹现在的资讯很发达嘛，哪里有灾难当地有慈济人就会及时出现而且每一次的大的灾难我们都是4大一起出门，像巴基斯坦，那就是我们新店还有大林，还有花莲，我们不只是去慈善的发放及时的抚慰那还要义诊。那在我们慈济人，不管是医师、护士，或者是慈济的志工，那这一到我们就开始发挥了人文的精神。宗教不一样，就是因为有那一份的很纯真的爱，所以他们也被我们的这份的爱所感动还有在印尼的日人，我们的医疗团队配合当地的人医会，我们都一起去投入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遗症常常都有
那大家呢，都是用坚定的心啊，不畏惧的心灵呢，唯有一个抢救生命。这就是讲，底下几天的时间开100多台的刀哈，在那样的简陋的环境中呢，我们也可以在那里呢去做很高科技的医疗手术的，这都是我很感动的事情啊。那么这就是四大一起投入的啦。那在慈善方面呢，遍布了国际。过去我们都是教富济贫，最重要启发那一份的爱心，就人生观会改变了。2018年2月6日午夜，花莲发生强烈地震，慈济人纷纷驰援，四大志业也各展专长，和互协投入赈灾。花莲这一波啦，这样的强烈的地震，很令人不舍，很心碎。医疗第一个时间，院长呢，从那个时候投入所有的医师，各科室的，不分科室，都一起跑到了医院来了。尽管每一个人在楼上呢被咬的，家具也都趴下来了，等等啦，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赶快到医院去，守护着生命，抢救生命。个人马上到达了，马上站在岗位上。这种团队啦，爱的能量，不只是在紧急的时刻抢救，医疗的分析，这样会有这个灾后症候群，怕的人呐，这种心态会有惊吓，惶恐，所以呢，医护还是呢，跟着慈济人到家家户户去做安心。那也很感恩我们的教育系统，我们的校长老师们投入救灾工作，学生们呐，他们也投入了到这个收容的地方，抚慰孩子们的心灵，也很感恩慈善的志工菩萨们。这几天物资从北部来，都是靠着铁路，每一次来的物资都很大量，还要呢感恩在站长等等同仁呐，还有呢这个列车上的每一班次的这个旅客，都愿意呢这样大动员起来，从下面要上车的也出力人帮忙搬，见证了台湾的生命力，那就是善，那就爱的毅力。这种的善的能量，真的实在是很令人感动啊！在这个时候，人人都在发挥呢那一份无言大慈、同体大悲的付出，人人都很害怕，可是人人都可以这样的勇敢，所以爱，人人都可以成为大爱人，都可以拥抱长生。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能量，都可以呢去付出。感恩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兴起的
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人出来配师傅呢承担，很多人呢都很诚心的投入而响应，不同的支队哈，这个因分作一队一队嘛哈，那就往这个偏僻的地方去做义诊，去做健检，去做健康这个筛选的工作。不管是乳癌或者子宫膜片等等等等，他们做。假如有人家里呢，有人病重了不能来的，我们都是会到他家去的。有当时看到因家卫生加办，还会呢捐起袖子啊，帮助他们的打扫。看到了房屋都是破烂了，就会把它记录下来呢，转给慈济人、慈诚委员呢，开始去了解了以后呢，那有的我们都是替因除了病厝以外，还要给因还厝吼。那有的人呐，无法度通整理伊的身躯，还要定期帮他们呢清洁他们的身体。看，这不就是呢人间菩萨吗？不只是台湾呐，还要呢跨海啊，亲像去小琉球啊，去澎湖啊，去小金门啊等等。所以吼，不管是上山落海啦，或者是跨过了海，到了小岛不走，在医生，你要我如何不爱他们啊？你要我如何不说感恩啊？我想要做的，因替我做；我想要行的，因替我行；我想要看，因替我看。真的个案呢，很多都是来自于在义诊的时候呢，所转过来的。人间贵人啊，比比皆是啊！我看到我们的大医王啊，你看捧着爱心箱啊，在那做义卖啊，包括在那呢劝募啊，你看这就是爱啊！希望呢同心同道同志愿呐，菩萨境就是在人间感恩啊，伊的人间净土，希望这个人间的净土，在咱的面前